大家好，早上起床看到昨天宜兰台风灾情新闻后，决定要来研究台湾的山崩事件，聊聊几个台湾恐怖的山崩意外，其中一个还是在我的大学母校旁边。2022年10月16日，泥沙台风接近，有网友发布了影片，在宜兰大同乡台7县英式部落太平山路线目击大规模走山。影片中可以看见还有正在运作的怪手在山边，无法确定坍方处是否还有其他工程人员。而走山的主因可能是前阵子台湾连续发生地震，造成山区土石松动，加上台风外围环流的瞬间豪雨冲刷。所幸公路单位后来表示没有出现伤亡。台湾的山区面积很大，每年遇到台风肆虐都会多少出现一些灾情，如土石流、溪水暴涨、树木倒塌、落石等等。而山区的过度开发或是养护措施不足，都可能会间接导致大规模灾害发生。2013年8月31日，在基隆八斗子的北宁路上，于午后大雨中，旁边的山坡突然有如海啸般喷出大量土石，过不到2秒，一颗巨石突然出现在道路上，一台白色汽车受到巨石和大量泥土冲击，被冲到路边，巨石就在旁边摇晃，如果再翻一面，就会直接把白色汽车压扁。但这位驾驶真的很幸运，巨石没有再次翻面。当时包括 CNN、BBC 等知名新闻媒体都引用了后方驾驶行车记录器拍到的影片，报道八斗子的巨石意外。由于还未经过当事人的授权，影片连结我会放在下方描述栏，大家可以前往观看。可以特别注意，影片第3秒时，已经能看到山顶的巨石开始往下滚了。那时我还在旁边的某大学就读，这条北宁路是很多学生上下课的必经之路，但当时还在暑假的尾声，因此路上比较少骑机车的学生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机车靠右行驶，正好就是巨石的落地位置，肯定会被直接压死的。旁边还有一间麦当劳，在巨石意外之后，麦当劳为了员工及顾客安全，火速决定歇业。事实证明，麦当劳的担忧是对的，因为山顶上还有另一颗巨石，大家都担心还会有第2次落下，因此市政府使用药剂灌入巨石中，受热膨胀后可将巨石撑开破裂，再分批调走。因为此路是基隆市区往北海岸的必经道路，当时我们开学都得要绕道至旁边的碧沙渔港，走临时便道才能越过警戒区。据说还有国中生因为上车所搭的公车无法经过此路，而向学校请了巨石假，被批准了。整起事件12天后，北宁路恢复通车。2010年4月25日，大约下午2点30分，在国道3号3.1公里处，位于基隆市七堵区马林坑山区边坡的施公阁山发生大规模走山，南北双向全遭土石覆盖，坍塌下来的土石堆约绵延300公尺以上，是国道通车以来最严重山崩事件。高工局预估要14至20天才能抢通。事件当天，有多家新闻台正转播两岸经济协议 ECFA 的电视辩论，因为是政治上的重要大事，待辩论会结束后才开始转播意外现场，连播3日救灾实况。当时新闻采访了在土石堆前幸运停下车子的民众，是一位载着客户的业务。他开车途中看到右前方大片山坡滑落，赶紧将方向盘打到底，甩尾停车，车子就停在整个土石堆的正前方，再开快1秒就会被活埋。他表示前方大概有2部车，但不知是否有逃过被土石掩埋的路段。而艺人陈美凤也在现场，就排在土石堆前面的第3辆车。民间单位、公部门、国防单位加入抢救，动员挖土机及大型卡车，大约各50台。经推断，可能被埋在土堆中的有3台车。现场搜救人员都没有回家，吃饭也是伴着空气中弥漫的黄沙，在机具上快速吃完。大家都想尽快找到埋在土堆下的车子，希望还有一线生机，每分每秒都是黄金救援时间。但搜救过程中下起了大雨，增加救援难度，因为此处是顺向坡，很有可能会有2次坍塌。4月27日上午11点50分左右，也就是事故发生的45小时后，现场寻获扭曲变形的黑色宾士车车牌。晚间9点左右，寻获宾士车后车灯壳
4月28日凌晨1点30分至7点25分期间，于灾变现场陆续寻获3部车，4个人，但不幸的是4人都已罹难。车体残骸就像是被揉烂的纸团一样，已经看不出一台车的形状。此次共清除至少20万立方公尺以上的坍方土石。因为需要长时间的道路修复施工，当时基隆到台北之间的通勤时间都比以前多出约1个半小时以上。直到12月22日，事件造成的损害全部修复完毕，恢复至安全通行标准。而最重要的事发原因是什么？没地震，没下雨，好端端的山体为何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山崩？事发地点为顺向坡，土石容易滑动是已知事实，因此有地锚保护坡体。地锚我在这里比喻成螺丝钉，分为锚定段、自由段、锚头。将地锚打入较坚固的岩层，灌浆固定后，可将拉力传往锚头，就像是从深层伸出一只手，把表层的山坡往内抓紧一样。为了避免水分渗漏进来，造成钢脚线生锈，中间的自由段会以套管包覆并灌浆填满缝隙。但调查发现钢脚线已经生锈，加上土石软化，坡体到达临界，地锚又抓不住，才导致大量土石崩塌走山。后续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，展开了全面性的检查，并将一些有锈蚀风险的地锚再做防水强化。此事件让大家开始讨论地质法的立法问题，像这样的地质敏感区究竟还有多少处？地质法其实很早就已被提出，但在2004年遭到多位立委复议，没能完成立法。其中最大的争议就是需公告地质敏感区，但是所谓的敏感区，敏感的标准该怎么定义？敏感区一公布，地价和房价一定受影响，会造成民众和建商的反弹，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恐慌。由于此意外事件引起国人重视，立法院同年11月16日即3读通过，并于12月8日公布地质法法规，用人们的生命去唤醒立法上的进步。以上是今天介绍的几个台湾山崩事件，由于较多都为新闻片段，不方便直接引用，还请各位看官多多见谅。有兴趣了解更多，可以进一步搜寻新闻影片。台湾的山体面积约达70%，对山区的保护尤为重要。希望以上的山崩事件都不要再发生相似案例了。天佑台湾！能看到这边的，非常感谢你。可以的话，麻烦再帮我点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持续关注频道的更新哦。